你看我这一块银疙瘩值不值500？要是不值500的话，我还得找俺闺蜜的事儿嘞。我这个人啊，我只能占便宜，我不能吃亏。我看你这个是无良的云南牌坊订，哎，这现实生活当中啊，500还真买不来，而且都已经评级如何了？我先看看。只要能值500就行啊！昨天他用这个银疙瘩给我换走了我的银手镯，我那个银手镯就是500买的。一只价值500的银手镯换一个无良的牌坊订，这绝对是大漏啊！说实话，能用这个牌坊订给你换银手镯，这足以说明恁闺蜜对这个牌坊订不懂。首先，你这个牌坊订如何给的是 AU50的高分，足以说明这个牌坊订品相不错。虽说稍微有点流动痕迹，但目前这个价值绝对可观。只要不赔钱就行。刚才俺闺蜜给我打电话说她不想还了，我直接就把电话给她挂了。恁闺蜜应该是遇到了难处。一般女孩子玩这种银锭的话很少，即使玩的话，她也不会傻到给你去换价值500的手镯，因为价格明显不对等。你不应该挂她的电话，应该直接把这个东西还给她。你不知道，我也是有苦衷的。这个银疙瘩我已经答应送给俺爸爸了，因为今年是俺爸爸过生日。他要回去的话，这不是让我难看吗？那我给你说句公道话，如果实在恁闺蜜想还回去的话，那你就委屈一下，麻烦跟恁爸解释一下，趁现在还有时间，再去跟恁爸去换一个生日礼物。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银牌坊订啊，这有可能他拿别人了。我先不管他拿谁的嘞，我就是看不惯他的那种扭捏的那个脾气，心中太火太磨叽。哎呀，这个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人的脾气性格是没法改变的。作为朋友啊，你应该体谅一下他。反正你也不准备拿这个去挣钱，送给自己老爸啥都行，别弄了将来你送出去之后，以后再去跟恁爸要，这就可麻烦了。他就是值1000、2000，我也不可能再去跟我爸去要了。我丢不起这个人。你就说能值多少钱吧？既然这个牌坊订还没有送给那老爸，就可以规避啊以后出现类似的事情。1000、2000还真买不来这种无良的牌坊订。你像那种不带落款字口的速订，你平时去买的话，那一颗也得15到20左右了。而你这种牌坊订，你看它这个订面信息啊，信息量非常大。银锭打了有肱骨银的话，就足以说明它的含银量能达到98%以上。因为当时云南的经济往来啊，使用的银锭比较杂，含银量也是五花八门，啥样的都有。和外国商人打交道，这种牌坊订能够得到各藩司的认可，所以说大家都比较喜欢。而你这个锭子呢，你看保存的也比较完整，字口非常清晰。这个味道是传世的品相，如何给的是 AU50分的高分。我个人感觉啊，这个锭子没啥毛病。现在目前能卖个1万左右。怪嘞，没想到这一个银疙瘩能值1万块钱吗？对，我还真是小看他了。这要是值1万块钱的话，那我本来光给他嘞，我也不给他了。你这种行为太不地道了，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，人家拿1万的东西给你换走500的银手镯，你不知道还都算了。你看我给你讲半天也顾国家了，你再不还给恁闺蜜，让恁闺蜜知道了，这不是伤她的心吗？我就假装不知道就行了。我这个人的规矩就是，不能吃亏，这到手的肉，我不可能再给他退回去啊。哎呀，这该说了，你看我还都跟你说了，其中的利弊你自己做决定吧。我还是觉得啊，作为闺蜜，作为朋友来说，这个钱财其实都是身外之物，朋友之间这个还是要以友谊为重。毕竟这个钱啊，它是挣不完的，但是朋友一旦失去了，那就损失大了。无所谓，我正不想跟他玩嘞，反正以后也不联系了，也不需要你管了。谢谢你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这块银元我吹过了，香得很，100%是真的。这一下子我终于可以非常知道变分了。你这个银元确实不得了，袁世凯的7分脸，随便拿一个只要是金属的东西都能吹响，能吹响并不代表就是真的呀。这话说的没根据，反正我这次相亲是找到了一个高富帅，第一次见面就送我了一个那贵重的银元。第一次相亲见面送这个并不现实，你这个银元是袁世凯的7分脸，属于典型的样币，存世量是屈指可数，而且你这个还是签字版，这个图盖着了。相亲见面我倒是经常见有炫富的，但是并没有见过有献丑的。
你这个医院虽说抽是抽了点吧，但是它价钱可观。我上网一查，好几百万嘞！我这次终于可以嫁入豪门了。哎呀，像你们00后相亲见面只讲经济不讲人品的话，那结婚之后万一像海市蜃楼虚幻的话，那受伤的最终还是你们啊。海市蜃楼谈不上，除了嘴会说之外，还挺关心人的。最重要是对我好啊，这份姻缘我吹了就是真的。你不要一味的信奉，只要吹得响的姻缘都是真的，只要是金属的，你卡在手里，它扁持，它都能响。过去人吹响是听姻缘的材质是不是银的，因为过去姻缘也有假币，假币通常都是用铜做的，他听声音分辨是不是银子而已。而现代人分辨真假和过去区别很大。你说的这些我也听不懂，我也专门称过重量了，26.8克，一点都不少。哎呀，这个26.8重量是对的，因为银元的尺寸薄厚，在一定的情况下，只要用银子做出来，重量都是那么多。你这是啥意思哎？你咋老是给我说反话哎？这银元是咱家祖传的，还能有假的吗？你也不要对我产生什么误会，我只是简单的给你提醒一下。说实话，你这个袁世凯的7分粮，这个确实不是家传下来的，你也不要对他这个抱太大的希望。你这话说的有点阴阳怪气啊！你就说在你这里能给我多少钱吧？说实话，我真给不了你价钱。像这种袁世凯的7分粮，当初这个银元做出来之后，拿给袁世凯欣赏的时候，当时的设计师乔治才发现，现实中的袁世凯比银元上的这个人胖多了，所以又重新铸模修改，才留了后来我们常见的3、8、9、10年的袁大头。而你拿了这个币种啊，只是试铸了而已，所以存世量极少，价格自然也就上几百万了。对，你这讲的跟网上记载的一样，物以稀为贵，所以值钱。如果是真币的话，肯定是值钱的。像你刚才说是家传下来的，首先说它这币面包浆，并不是一眼开门的。一般像这种怪的包浆啊，这都是后天做出来的。银元老不老，包浆很重要。包浆不开门，即使是再贵重的银元，也都要看它这个扁持压力了。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扁持压力，它这个扁持细看啊，第一看上去比较软，石柱币的扁持啊，没有这种现象。第二就是它这个扁持整体划一，也就是我们行内所说的一眼夹。如你所说，只能说明它这个材质是银的，银元确实不老。那不老就不老呗，不老的话它应该也有价钱吧？26.8克银子而已，市场价你就按100多块钱算呗，再高也没有人要了。我真没想到会是假嘞，我还以为能卖几百万嘞，这太搞笑了吧！所以女孩子找对象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不要听她说什么，你得看她做什么。还有你们女孩子见面的时候，不要一味的往钱上看，年轻人，对吧？哪有那么多的高富帅啊？只要脾气谈得来，真心实意对你好，就像那种潜力股啊，也可以交着往这看看，总比那些虚情假意，送给你这假银元强吧？你说的对，我还还给他去。对，还还给他吧。好。我这个准婆婆真是一个怪人，咋了？人家下3年都是买项链、戒指和手链啊，你看她给我这2个算啥？现在结婚下彩礼啊，都是买3金首饰。你这个婆婆，我相信应该不会小气了。来，我看看都是啥来。我看她就是真小气，不是一般的小气。第一次见面就送给我这俩东西，估计是不想给我买3金首饰了。一般结婚下彩礼啊，才买3金首饰。你这第一次见面就送你俩金锭，你准婆婆真是很大方。这俩金锭啊，都已经评级入盒了，而且还都是高分，字口状态还都不错。2个重量加在一起，就相当于是1两的小黄鱼了。像你说的3金首饰，应该重量不是太重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呀？虽然他没有明说，大概意思就是用这个代替3金首饰了。我们村买3金首饰的话，戒指带5克，耳环带5克，手链带20克。我要这个有啥用哎？你这算术学的不是太好啊！3金首饰加在一起才30克，你这俩金锭总重量就超过37克了。我给你吃个定心丸，即使他不给你下3金首饰啊，你这也不算吃亏，因为你这俩是过去的老金锭，你就是现在按金价卖，价钱肯定也要高于金店的那个黄金首饰的价钱。你看你这个老板就是爱抬杠，我说半天了，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。他就
再是老黄金，我不能拿出来，穿俩绳子戴脖子里吧？你说这像什么样子？哎呀，你先别着急，谁也没有说让你穿绳子戴脖子里，确实不美观。因为你第一次见那准婆婆，这个送你任何东西啊，这都算见面礼。至于买不买3金首饰啊，走一步看一步。如果以后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时候啊，那婆婆真不给你买3金，到时候你可以把这俩金币变现，你直接拿着钱想买啥就买啥。我不懂还是你不懂？如果我用过去的黄金去给别人换3金首饰的话，万一这俩黄金不纯了，我得补很多钱。你说我这来回折腾，你说我图的啥呢？看来你确实对这个金锭不懂。我刚才就说了，你不会吃亏。首先，这个金锭它的含金量和现在3个9的黄金含量是一样的，因为过去的炼金术很厉害，金锭的含金量都很过关，所以这个含金量是没啥问题。不过话又说回来啊，你用这个给别人兑换，你是吃亏了呀。我吃什么亏？你现在拿着黄金去金店给别人兑换首饰，不补工会的话，你说谁给你换呀？反正我是不愿意再多花钱。哎，不要太小气了。怎么说啊？那婆婆也是给你那么多黄金了，你掏点工费，说实话也不伤啥大脾气。再说了，像这种过去的金锭啊，你拿去给别人换黄金首饰，你肯定吃亏。我给你来估一下价吧。首先，像这种重量5000的金锭，在过去啊，它这个发行量不大，相应它这个存世量也不多。况且你这俩状态都非常好，都是 MS 未流通的状态，都有分，一个61分，一个62分。金锭和银元都是看它的字口的，你看你这俩字口非常清晰，没有什么流通痕迹，保存的不错。它不像现在的黄金，你只要有钱，对吧，都可以随意买，你要多少可以买多少。但是像这种民国的这种金锭啊，价位肯定比现在的黄金1克要贵50到60，这是它的回收价。你算下来的话，你这俩轻轻松松，说实话卖个2万多块钱，应该是没啥问题了。2万，对，这价钱还差不多啊。现在金店黄金首饰500一克，对，2万块钱可以买40克了。对，价钱的话，只要你不忽悠我就行。不会忽悠你，我只是给你大概估一下它的价，大差小不差吧。毕竟你这俩金锭啊，状态搁这放着了，说句不好听的呀，你就是按现在的金价卖破烂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说实话也能卖个1万6、7，但是在我们回收的时候也收不来，所以综合比较下来，你这俩金锭还是不错的。谢谢老板的分析，差点就误会下这准婆婆了。哎，对，拿回去吧，好好放着。好，我这也是搁捡大漏了。我给你倒来，你先看看。你都不知道啊，我这是100块钱一个买回来的。哦，这都是太便宜了。你先别激动着了，这100块钱一个买来，你还嫌便宜，还捡大漏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没看明白。账我都算好了啊，100块钱一个，买了100个龙阳，这一转手啊，最少是30倍的利润。100块龙阳，我这也没看到有啥龙阳，我这巴拉巴拉看着，这全部是20纹的龙板啊，整体品相状态还算可以吧？该不会你把这些龙板当龙阳了吧？你这账也不是瞎算了呀。你也不用忽悠我，我什么都懂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现在带龙的银元一个是不是在3000块钱左右？哎呀，你说的对，现在一块带龙的银元差不多行情价在3000左右，具体值多少钱啊？还得看它的品相吧。我这100块龙阳，品相质量我都把好关了。看上去我年都没什么问题，品相是倍儿棒。你这是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，还说什么都懂。你这话说出来恐怕没人信。你把龙阳的行情摸的是很清楚，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没搞清楚，这银元和铜板你都没搞明白啊。虽然我这个人聪明吧，但是我并不傻。一般像这种带龙的银元肯定比其他银元值钱啊，我这是专门挑的，这100块钱一个买的呀。原来是专门从别人那里挑带龙的。说实话，无论你大批量买别人什么东西，只要涉及到挑，肯定是贵的。我挑完之后啊，回到家还专门给他们洗一澡。你看这洗了之后，这壁面看着多漂亮。我看出来了，你这确实洗的白白净净的。我不知道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怎么着。这洗干净之后，你应该看清楚这上面写的字啊。你看上面写的当值钱20文，银元它必须得是银了吧？你这黄澄澄的，这一看分明这都是铜板啊。
但是我洗之前，可能和你们拍的那些罐装的医院是一样的。他们上面的包浆看着都是一间开门的。哎呀，你这些全部都洗过，但是我看不出来这是假币。这个罐装铜板和罐装银元，因为它们本身壁面都有铝锈，你说长得一样很正常，包浆一样，并不代表铜板就是银元。再说了，铜板和银元它们的大小、重量，也有很大区别。银元的标准直径是39毫米，这20文的铜板它只有32毫米。银元一块标准重量是26.8克，一个20文的铜板啊，它只有区区的10克。你即使再聪明，也不能把这个铜板当银元啊。你这话说的，大不了我给你便宜点不多了吗？就行了吗？也1000块钱、3000块钱一个了，1000块钱一个算吧。你想啥嘞？一个铜板要卖1000，按你这样算的话，你这是10倍的利润。哪有这么大的利润啊？我跟你明说吧，像这种20文的铜板啊，在晚清民国那时候，它这个发行量巨大，50个相当于一块银元的价值。但是现在一块银元能换200-300左右的这个铜板，加上你这些全是龙板，虽说洗过吧，但是整体品相还算可以，龙鳞包括字口，这还都算清晰吧。大概龙板的行情价在10块左右吧。啥？10块钱一个左右？对，你没搞错吧？没有，我这可是100块钱一个买回来的。这钱没赚到，难道说还赔钱了？赔钱是必须的，因为你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，就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银元，什么是铜板。虽说同样是带龙的吧，但是它们的价格区别巨大，再加上你不懂行情，本身值10块钱左右的铜板，你却花100块钱买回来，注定是赔钱的。最主要啊，就是你想的太美好了。真正的银元哪有那么大的暴利？10倍的利润，说实话，我们想都不敢想。你说的不一定就是对的，我再继续找高手看看你。那行，那你再找别人看看。好。俺邻居啊，借我2000块钱却还给我7块银元。我的意思啥吧？老板都想请你帮忙看看真假。真假？这7块都是清一色的传样，我看里边还有22年了，老味道，加壁面带钻光。真假完全没问题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老货。我想着俺这个邻居也不会骗我，平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对，就是我想我媳妇怕赔钱，所以想找你看看吃亏没有。那如果真是2000块钱抵过来的话，100%不会吃亏，因为你这7块银元的品相状态非常棒，属于各有千秋吧。23年虽然说比较常见，但是壁面带底光。22年相对贵一些，但是个个都是老材。毫不夸张的说，你现在有钱啊，你不一定能买到这种状态的。我听出来了，只要不吃亏就行。对，因为我听说过了，这银元现在含银量低，再加上现在银子也便宜，想着不值钱了。因为你对银元不懂，银元的价格它不按银子价钱算，因为过去固定它就发行了那么多。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，为什么里面要掺一层铜？为了就是在银元流通的过程中不易使它磨损，所以你这几块品相都特别好。那你不这么说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就是我拿到手时候，其实我也怀疑过真假。总想着这颜色怪怪的这。其实像这种带包浆的是银元很正常你就像银子它容易氧化，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它会产生不同的包浆，都好比你这3块包浆重了，原针比这种不带彩的贵，因为银元玩的就是味道越重，它的价钱越好。也不完全是吧？我看我朋友家的银元都洗的白白净净的。我这是不是把它洗干净点能做指甲剪来？你这种想法很危险，再说句不好听的，像你拿来的这些银元，这都是原汁原味的，你这一清洗它都折价了。像这种带底光的你洗好了还怪好，对吧？无所谓。像这种带彩的这包浆都已经入骨了，你洗也洗不掉。以前流行那种白白的，现在还是原味的比较好。我确实也不懂，反正7块银元，2000块钱抵过来了。你就帮忙估估价，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呢？那我就这样跟你说吧，这2000块钱抵7块银元，你这是捡了一个大漏，就这3块带彩的，我就随便拿出来一块，哪一个都得在2000以上。不会吧？那真值2000以上的话，那我邻居为什么给我那么多嘞？那你接不通这。那只能说他对银元行情不懂。像这种22年船，它是21年的改版，纸面把这个太阳
和这个3支海鸥给抠掉了。当时改版之后啊，大概发行了有半年的时间吧，所以整体存世量比23年的少，价格贵一些。而这3块你看一下，整体这都带彩，实物非常漂亮。我刚才还跟你说了，随便拿出来一块，这都是2000多的市场价。确实我还真不知道，这一块能值那么多钱？对，因为我长这么大了，我说实话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，想着也就是一个银子的价格呀。那你要是看银子价算的话，2000块钱绝对卖不到，因为银子才6、7块钱一颗。还有你这另外这4块，23年船啊，这都是原味带底光，因为市面上大多数都是通货状态的，而这种带底光呢，都是当时从招币上出来之后都被保存起来了，所以像这种23年带原光的呀，一块在1400-1500左右。那你说了半天了，这7块价格居然还都不一样啊？对，我还以为7块都管值2年多一个嘞。那确实不一样，因为他们的年份不同，价格自然有区别。因为银元价格主要讲究一个版，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稀有程度，所以我们个人家里边有这种银元嘞，它价格不同，很正常。那照你这样说，那我还不能赚他这个便宜嘞。那我今天就卖一块，剩下来我都给他拿回去算了。你还真别说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像你这种不贪财的。基本上很多人啊都是捡漏之后还不满足，变着法的再去捡别人的漏。就冲你这人品啊，我再给你点个赞，你真是正儿八经的好邻居。我随便给你留下一块，剩下的这6块你也给他拿回去，好吧？行，行，那也都是邻居的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挣到的钱也确实也不合适。那是，主要是好人有好报。我等一会儿给你找个盒子装进来。好。俺婆婆送我一块又黑又脏的砖头，美名其曰当传家宝。老板，你说这不是火气我了吗？确实脏，这里边是不是有啥误会啊？这个砖头虽然说个不大，但是托在手里边挺沉的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黑，显得太脏了。你要是古董嘛，你给我一个我还能接受。你说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，这家里面有啥值钱的东西？你可不要小瞧农村人，自古以来都是长保于民。既然恁婆婆说能当传家宝，应该就有一定的道理。你像普通的砖头，它不会有这么沉啊。另外，这外边有点脏，但是里边你看这都露白啊，这很有可能有一定的来历。能有啥来历嘞？我告诉你吧，这东西哪来嘞？这是前人家100多年前老灶台的时候从里面抠出来的。那就对了。你想想，过去100多年前的灶台，从里边取下来的东西，那肯定是过去人专门放进去的。恁婆婆把它当宝贝留给你了，一块破砖头，你说它能有多少用？它就算过去清朝了又能咋样？能当饭吃吗？你像普通的这个砖头啊，肯定卖不上钱。再说过去的砖头它也不长这样，过去都是青砖，几毛钱一个吧。但是你这个整体你看发白，这哪是普通的砖头啊？这是我嫌脏用刀划嘞，然后我拿的时候用夹子夹过了。我也很好奇，这里面为啥会发白嘞？发白啊，就说明它里边不是用泥做出来的，泥巴烤出来的砖头重量并没有这么重。你别说用钳子夹，你就是把它砸碎，它也不可能发白。我看啊，有可能是一块银砖。银砖？这怎么可能嘞？银砖不应该是白的吗？这又黑又脏，给个木疙瘩啊！又黑又脏就对了，那是放的地方比较特殊。你想想灶台，那是做饭的地方，整天烟熏火燎的，白白的雪花银，它被熏黑啊，也实属正常。雪花银？啥是雪花银？这雪花银咋长成这样子嘞？雪花银就是过去最纯的银子，它的外表啊就像雪花一样白，含银量能达到99%以上。你像过去人使用的那个碎银子，包括1两到50两重量的银锭，它的含银量都是雪花银。因为过去啊它是银本位，只要是雪花银都可以按一定的重量去买东西。但是看你这个器型啊并不老，因为过去银锭啊银元宝全国各地都有一定的器型和重量，也就是说都是统一的。像我们常见的馒头锭、盘丝锭、牌坊锭之类的，像更远一点的银锭之类的，都有明显的特征。你包括过去的碎银子，它有很多啊都是那种大锭分段截下来的，但是你这上手一看都不是老的，你这个形状一看啊，这都是近代的东西。因为上面你看没有明显的落款，前后这都没有，只能按现在的银子价钱来给你算钱，也就是有几斤重，直接按斤称，按克来算钱。
重量其实我都已经称好了，整整是3斤6两，一两不多，一两不少，准着嘞。哦，3斤6两，那就是大正常了，正好是1800克。你说谁家的砖头就这么大个头的，能有3斤6两重，根本就找不出来第二个。1800克，你看6块钱一克来算的话，正好。这就是1万多的这个银价，1万多？不会吧？对，这价钱我喜欢的很啊！我以为俺婆婆逗我玩嘞，这很不可思议啊！这有啥不可思议、不思议的？银子基本上就是这价格。你这不是过去的银锭，哎，如果是过去50两的银锭啊，那都10来万的行情价了。这个多少啊，还是有点区别的。这价钱我很满意，我今天就不拿回去了，我现脏还是直接变现吧。哦，毕竟这是恁婆婆给你的传家宝，我建议你啊，还是留一留，或者是跟恁婆婆你再商量一下。不商量了，不商量了。不商量？那你不商量的话，那我给你留一留。如果说你跟恁婆婆有啥分歧，或者有啥变动，到时候咱俩再沟通，省了因为这一块东西，对不对？再弄得婆媳关系不和谐了。好吧。谢谢老板。啊，没事。今天金店师傅让我气的手指头，咋了？我这家传的老银元，100万级别的东西，他差点要活给我烧了。哇塞，你这个银元确实不是一般的冤大头，你看上面竟然带了一个苏维埃的钢戳，这不用烧，这一看就是银的。还是你眼力好啊！那个金店的师傅就想验验是不是银子，我看他不懂，我直接拿着银元就回来了。说实话啊，无论啥样的银元，绝对是不能用火烧的，这过火一烧，它这个边齿啊容易变软，壁面的包浆很容易就毁于一旦。但是我看你这个压力并不是太好，也不是一眼开门的东西。这银元是哪来的？这是我老公家里面传下来的，因为太过贵重了，我公公他年前才给我，100万以上的价值。如果是真币的话，这绝对是几百万以上的东西。你看你这个苏维埃的钢戳，打得非常工整，本身这种币就少见，这状态绝对是无敌。老板还是你识货。我以为我去金店卖能卖个好价钱嘞，没想到他们都给我按银子收。那按银子价钱肯定是不能卖啊！一块银元才26.8克，你现在国际大盘银价还不到6块，银元的含银量才9银1铜，计算机不算，对吧？这一块银元才100多块钱。不就是你说的那样吗？我以为他们要给我100万嘞，结果他一烧，最后一问要给我100块钱。这个术业有专攻，你卖银元去金店啊，只能说你去错了地方。一般金店的师傅都是要过火检验，才能确定真银啊万无一失。那个过火就相当于是他们的眼睛，而这种银元一过火融化，基本上就相当于是报废了。因为无论什么样的银元都讲究一个完整无损，幸好啊你这反应及时，不然这一个苏维埃啊就毁于一旦了。要不是我家里面缺钱，说实话我也不会卖，品相就这样，你看能给多少吧？说实话，你这个苏维埃品相非常好，尤其是它这个钢戳，你看一下它这个力度非常不清晰。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么好品相，最少得好几百万了？就一个字，烧。当时这种苏维埃大头啊，是在苏区，我们红军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经济实力而特别打上去的钢戳。但是很不巧，那时候的国民党收缴这种银元之后啊，全部都回炉重铸了。当时打击啊也比较严重，所以在当时几乎找不着这种银元，所以你搁现在来说，就收藏就比较贵了。幸亏我公公传下来的有这么一块银元，不然我得奋斗多少年？这1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嘛。那100万对于我们个人来说，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但是我不认为啊，你这个银元它是家传下来的。这咋不是家传的？你别乱说。首先，你看咱们河南周口并不是过去的苏区，然后你搁这个银元嘛，你看各方面整体压力都不行，壁面压力不够，你包括它这个边齿太规整了，从头到尾都一样。因为袁大头它是最基础的银元，所以真假啊，我是一眼能区分出来的。还有苏维埃这个钢戳，这个戳打了呀，就像印上去似的。因为过去打戳不比现在，都是人工砸上去的，所以这个力度分配的实在是太均匀了。通过以上3点啊，我个人看你这个应该是真银假币。你啥意思？你不能说我品相好就是假的呀！人家金店师傅还过火嘞，你不能上来都胡言乱语啊！这个胡言乱语也好，给你过好也好，你这个苏维埃大头基本情况就是这样。这个你可以给这个现实中的这银元做一下对比，你看一下这压力，前后，明显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。你这个银元啊，具体哪来的？
你最好是去求证一下你这个老公公，或者说你拿着这个银元再去找其他人看看，你就知道这是不是这个假传了。我谁也不问，反正少100万我不会卖。你休想骗我的银元。骗是不存在的，给你再找其他人看看。俺朋友啊，既然连我都骗，10年前花我1个月的工资买2块银元，刚刚我去金店变现，他竟然只给我200块钱，好歹也是你1个月的工资买的，他即使再便宜的银元也不能给200啊！来，我看看啥人。当时啊，我听到估价之后，给我气了一口气，差点没上来啊！这俩银元，当时好歹我花了我2500的工资啊！说实话，你这2500买的值啊！这一块大青又一块欧版，这价钱你即使放到现在，这也是捡大漏啊！你说的口气跟我那个朋友说的一样，可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啊！人家今年就给我200块钱一个，200块钱一个肯定不能卖给他们。你这2块状态还不错，你看这个欧版，它这个发丝不错。AU53也是名至实归，另外一块大青玄山，虽说评级没给分，但是我看这前后没有一丁点缺点，一块给你200，只能说你去错了地方。我感觉他们说的很对，一块银元也就20多克银子而且银子还不值钱，还不纯，想卖多钱的话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别听他们瞎说，银元银子再不纯，他们过去的发行量也只有那么多，以前大家都不懂，都当破烂卖了。现在都后悔都来不及。我刚刚算了一笔账，2500当时买的，现在只能卖400，10年的时间，我这一下子赔了2100，你说我这个朋友不是忽悠我吗？我感觉他没忽悠你，如果忽悠你的话，就不给你买这2块银元了。我看这评级编号啊，这都是最近才评的，真假是没啥问题。以后买银元不要去金店，他们只懂黄金，银元啊必须得找专业的古玩店。我怕我买假了，上个月他们帮我入的盒，该不会是今年认为我这俩银元也是假的吧？你这疑神疑鬼不行啊！如果银元是假的呀，人家估计200块钱也不会给你了。既然已经评级入盒，真假的话，你必须得学会对比观望。我也不想比对了。现在这么一折腾啊，我就想把它换成钱，你看值不值3000吧？对，硬气一点，你这样说就对了。我先拿你这里边最便宜的这个冤大头来说，现在我给你讲一下这个版，3年里边的欧版名誉品，比普通的冤大头区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发丝。3年大头里边啊，它这个发丝堪比9年精发，包括华字、国字，这都有圆点暗记。最明显的还是夹颌面的它这个欧字暗记啊，笔面属于原味的状态吧。目前你这个状态给你估价的话，4000以内吧。啥？这一块银元能给我3-4千块吗？对，你这报价差异也太大了吧？有价格差异啊，才能看出来专业的程度。你按银价买银元，你啥时候也收不到银元。另外一块就更贵了，这一块是龙阳3剑客里边的大青玄山，你看一下它这个龙尾出韵是深斑。首先啊，笔面是原汁原味的状态，大青主要是看它这个花枝全身大。包括这边的字口也没有任何的做，包括两面的内齿也都全在。关键啊，还是一块原味的品相。就这么跟你说吧，这个状态我给你7000多也完全没啥问题。7000多，对，加那个3000多，对，像你这么说的话，这目前我赚个4倍是没啥问题啊。那确实，10年的时间小赚4倍多的利润，你放去年，说实话你赚的更多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最主要的原因啊，就是你这2块银元。币种选的不错，欧版啊，主要是贵在一个版上，龙阳一直就是大家常玩的一个主力军。由此可见啊，你这个朋友啊，绝对没有忽悠你，赚钱，说实话也是赶上了你一个好时间。你看这2块银元现在是咋处理啊？我再赚赚吧，说不定别人出的比你还高，说不定我能卖10万嘞。卖10万倒是不至于，你多了解一下行情还是必须的。再赚赚看看。好，走。